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刻进骨子里的教养又一次感动到了我，他真的特别注重细节。在村 BA 开幕式，程毅和大家一起拉彩色绸带，当倒计时结束时，大家都把手中彩色绸带松了，开始鼓掌。程毅也和大家一样鼓掌，但是他看到地上的彩色绸带有点乱，就默默蹲下开始整理。换做别人可能就一脚踢开了，大家都在鼓掌，镜头给到全场，没有谁会注意到脚下的。虽然别人不会注意，但是程毅注意到了啊，他看到了，他就觉得他应该把它整理好，这是刻进骨的教养。其实程毅很多时候做的这些小事，可能都是大家没注意到的小细节。比如在你好星期六中，所有人都走了，他会回去把白板上的字擦干净再放好。比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看到指示牌被人碰倒了，他会跑过去扶起来。大家都叫他热心市民傅诗琪，其实在程毅心里，就是只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而已。而且都是顺手的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但是在程毅认为顺手的事，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。比如走路的时候，看到路边的共享单车倒了，很多人都会视而不见。但是像程毅这样的人，肯定会第一时间去扶起来，这就是刻进骨子里的教养。也许我第一眼看到程毅，是被他的颜值所吸引，后面再看到他的演技，就觉得这个人特别厉害，想要多了解一下他，最后知道他的人品，看到他刻进骨子里的教养，才真的让我留了下来，再也不愿意离开了。程毅刻进骨子里的教养，藏在细节里的温柔。在娱乐圈这个光鲜亮丽、节奏飞快的地方，明星们往往被镁光灯和话题所包围，人们更容易注意到的是他们的颜值、演技、流量，甚至是八卦，而真正能走进大众心里的，却往往是一些微小而真挚的细节。程毅就是这样一个用细节打动人的演员，他没有浮夸的举动，没有刻意的表演，却常常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，让人感受到一种刻进骨子里的教养。这种教养不张扬，却自然流露，像涓涓细流，润物无声，却能悄悄触动人心。从村 BA 开幕式的一幕说起，在今年的村 BA 开幕式上，程毅与众多嘉宾一起参加了彩色绸带的环节。随着倒计时结束，大家齐齐松开了手中的绸带，随之而来的是热烈的掌声与欢呼。大多数人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被全场氛围带动，跟随掌声沉浸在喜悦中。而程毅也一样鼓掌，但他很快注意到脚下散落的彩色绸带有些凌乱。他没有犹豫，悄悄蹲下身，把那些彩色绸带整理好。这是一件极小的事，甚至在镜头切换之下，根本没有多少人会发现。但恰恰就是这样的细节，让人看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。换做别人，可能觉得彩带掉在地上无关紧要，甚至一脚踢开也不会有人在意，但程毅却选择了弯腰整理，因为在他的认知里，眼前的混乱需要被修复，而自己正好有能力顺手完成。这就是教养，不是为博眼球的刻意行为，而是潜意识里的自然反应。细节里的热心市民，程毅的教养不只体现在一次活动中。粉丝们常常调侃他是热心市民傅诗琪，因为他在生活和工作中总会下意识去做一些别人不在意的小事。比如在综艺《你好星期六》中，当大家都已经离开现场时，程毅会默默回到白板前，把上面写过的字擦干净，再把白板放好。他没有刻意等摄像机拍摄，也没有提醒别人注意，只是自然而然地做了这一件小事。再比如，他在公共场合看到路边的指示牌被撞倒了，会主动跑过去把它扶起来。
走在街头，遇到倒下的共享单车，他也会第一时间上前摆正。这些事在旁人看来都只是举手之劳，甚至很多人根本不会在意。但正是这样无人注意的小事，构成了一个人最真实的品格。程毅从来没有把这些行为当作善举去炫耀，他甚至觉得这只不过是顺手的事。但正因为他的顺手，才显得如此珍贵。顺手背后的心境，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程毅总能注意到这些细节？其实，这并不是一种刻意的善意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生活态度。一个人若没有对环境的敏锐观察力，若没有对秩序与美感的尊重，便不会留心这些细节。程毅能够注意到倒下的车、凌乱的彩带，是因为他心里有一份温柔和在乎。这种温柔不是矫情，而是发自内心的体贴。他不会认为这些事有人会做，也不会因为没人注意就放任不管。他看到了，就会下意识地去做。他的心里始终保留着那份责任感与自觉性，而这种心境其实就是教养最核心的部分，不在乎别人是否看见，只在乎自己是否应该。教养是一种无声的力量。程毅的故事让我们意识到，真正的教养不是口头上的宣扬，而是行为上的体现。很多时候，教养体现在人与人之间最细小的互动，一句谢谢，一个善意的眼神，一次主动的弯腰。他不需要被歌颂，却会在无形之中感染他人。程毅的行为让粉丝们更喜欢称呼他为热心市民，但在更深层次上，这不仅仅是热心，而是一种稳定的人格力量。它提醒我们，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之外，一个人最打动人的品质，往往是他日常的点滴。从颜值到演技，再到人品。许多人第一次注意到程毅，是因为他的外形。俊朗的五官，沉静的气质，足以让他在人群中脱颖而出。后来随着影视作品的积累，大家逐渐发现，他不仅有颜值，更有演技。从琉璃到莲花楼，他所塑造的角色常常让观众沉浸其中，久久难忘。然而，真正让观众决定留下来的，却是他的品格与教养。在浮躁的娱乐圈，流量与话题往往能带来一时的关注，但真正能沉淀下来的，还是人品与真诚。程毅用一次次顺手的举动，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心。他没有摆架子，也没有故作姿态，而是始终如一地守着内心的善意与坚持。对粉丝而言，起初可能是因为颜值和作品而喜欢他，但随着了解的深入，才会发现他更迷人的地方在于刻进骨子里的教养。这份教养让人安心，也让人觉得跟随这样的人是一种值得。教养的力量，从小事到大爱。其实，程毅身上的教养远不止让人觉得温柔，它还带来一种更大的社会意义，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力。当粉丝看到他顺手整理绸带，可能下次也会在公共场合自觉捡起垃圾；当观众看到他扶起共享单车，或许下次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一个公众人物的行为往往会被放大，而当这种放大呈现的是善意与教养时，它便能成为一种正向的力量，悄悄地影响更多人去做正确的事。程毅或许没有意识到，但他的点滴已经成为许多人心中学习的榜样。留在心里的不只是角色，娱乐圈的风云变幻，热度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很多人今天站在顶峰，明天就被遗忘，但有些品质却能够长久地留在观众心里。程毅让人喜欢的不只是荧幕上的角色，也不只是俊朗的外表，而是那些生活里最自然的小细节。当他悄悄蹲下整理彩带，当他默默擦干白板，当他在街头扶起倒下的单车，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动作，组成了一个最真实的程毅。他不需要刻意塑造人设，因为教养已经刻进骨子里。
越来越多的人从最初的被颜值吸引，到被演技折服，最终因为他的教养与人品而选择永远不离开。这份留存下来的感动，比任何热度都要更长久。